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在爱情和婚姻当中，与其给我山盟海誓，不如陪我春夏秋冬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寂静。爱情当中呢，要讲究平衡，过于主动和过于被动都是一种破坏，平衡才是更长久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婚姻的终极目标呢，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酝酿成醇厚的美酒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。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可以闪婚，但日子不能闪躲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李先生54岁，来自山西，个体；陈女士46岁，来自山西，个体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我在他家里就是跟个奴才一样啊，有事就叫我，没事了就是总是挑点毛病。虽然是我是入赘他家里的，但是我也要有面子啊。我在婚姻中就是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。而且是我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埋怨我。最受不了他就是胡搅蛮缠，啊，没事找事儿，乱发脾气，没事就打我，天天打我。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和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，而且他竟然还动手打我。我还能有选妇的机会吗？不愿意，上门女婿我还能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吗？您2位结婚多长时间啦？26年了。那应该日子过得已经很滋润了。今儿怎么想起来我们这儿了？虽然我们结婚26年了，但是我们矛盾不断，隔三差五就会有。刚开始我们是经朋友介绍，走在一起的。因为那会儿，他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也没有母亲了。我认识他那会儿也没有母亲。我呢，家里是2个姑娘，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，村里就有这么个风俗，就是家里有2姑娘的就允许招亲嘛，啊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，我就说，啊，你也没有母亲了，家里条件也不好，我就不要你家彩礼，你入赘到我家。当时他同意了，而且他当时给我的承诺是，结了婚以后啥活我也不干，生了孩子以后，不管生几个，这个孩子都要随我家的姓。但是现在不是说的这回事了，他反悔了。咋反悔了？他现在非要让我家儿子随他姓。都多大了？老大今年26了。老二呢？老二今年8岁，老二是姑娘。所以他们应该早就有名字了呀。已经有姓氏不都定了吗？怎么定的呀？他就是最近这几年就吵着要让我家儿子随他家姓，就要改回来，是要改回去是吧？对对对。哦。所以我就想问问他们，为什么他想让我家儿子随他姓嘛？这么多年了哈，我在他家里，你看，勤勤恳恳，就跟个奴隶一样，啊，就是出车回来吧，本来是休息的时间，可是休息不上，给他们又做饭，又得洗衣服，地的活也得干。朋友问我，你看你儿子跟谁的姓？我说呀，是跟老婆的姓了。像你的姓多好了啊！我说将来以后吧，也就会跟我的姓了。我这个大男人嘛，在外边也没这个面了，啊！但是这么过了这么多年嘛，我就不相信换不来你孩子随我的姓嘛。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他当时入赘我家，我1分钱的彩礼都没有要他的。当时他给我的承诺就是，不管生几个孩子，那都要随我家的姓。他是觉得这些年在你们家就换也换回来。对，你认为入赘以后要变更孩子的名字就破了规矩了？对，不仅我不同意，我父母也不同意呀。这是最近才因为这事儿开始吵吵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老早就有。这说起来，我家儿子5、6岁的时候，他出车回来，他就要带着儿子去他家里头去。他只要从他家一回来，他那个小脸就变了，老是回来就拉个脸，而且还问我妈妈，为什么小朋友都随爸爸的姓，我怎么就随妈妈的姓呢？好像我儿子觉得随我的姓，他就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一样。我就想，是不是你回家以后和你父亲就是教唆的让儿子这样回来说我，来诋毁我？我不会在儿子面前说这个事儿的，
但是吧，有时候吧，领着孩子没事了，领着孩子跟朋友出去吃饭了，吃饭朋友问这个事儿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孩子跟着谁的姓了？我说跟他妈妈的姓呢，啊，就是这，说着无意吧，听着有意了。你看他孩子在他跟前一说这事，他就跟我吵，就没法再说下去了。当年您不是承诺过人家吗？是吵过着了，后来因为这，我就是说孩子已经随你的姓了。随了这事就过去了。可是呢，你看这孩子又是在教育上面，你看这说不上两句话，不是骂就是打。男孩子嘛，他都比较调皮嘛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你记不记得儿子12岁的那一年，有一次我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我家儿子咋的就能上到房顶上，因为我们农村嘛盖的那种瓦房，从房顶上跳到院子里，然后把门打开。回到家里头，把家里头拉得乱七八糟。当时我回去以后，我以为家里招贼了。你跟孩子讲，老是孩子不是吼就是骂，你孩子跟你没话说，他要跟我说了，就跟他妈妈作对，跟妈妈说什么事他都不听我的，反正就是反对，一句话说不清了就是骂啊，甚至就拿脚踢，啊，孩子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，你说你能教育好了吗？所以对儿子是这样，那对姑娘是不是就会稍微好一点了呢？啊，因为姑娘今年才8岁嘛，她比较小，我们年龄也大了，所以说就对她相比于儿子来说要好很多。这么有争议的对孩子这，那为什么决定时隔这么多年再要一个呢？意外吧，意外啊！对，这是一场意外，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。哎呀，上天送的礼物不错呀，俩人这感情。哎呦，对，咱刚才说的是一个是有姓的问题，一个是说这个教育方式的问题，对吧？那除了这2样吵，其他的事儿呢？我记得他，你看孩子大了，上了那大学了，孩子想学一个摄影的，他都不让孩子学，打击孩子积极性。孩子就这一个爱好，你都给孩子毁灭了。现在你看，让你教育的孩子都成了内向了，跟我沟通都不好好沟通了，出门了更不跟别人沟通了。现在孩子在家里就是做了自己的务事了，玩他的电脑，根本不跟咱们沟通。在这方面嘛，你不能用你的暴力脾气再教育孩子了。你说我是以暴制暴，那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就因为儿子一件小事，学习上的事儿，他做错题了，我那会儿确实我生气了，我就在他头上就轻轻的打了一下，结果我老公上来就咔就给了我一个大巴掌。当时我也在跟前了嘛，你看你在沙发上坐着，孩子低头在做作业了，你这脾气骂了一顿你就算了吧，你上手就啪头上给孩子头上来一巴掌，我就站起来，他瞪眼看我了，我还没着，我就轻轻上去打了他一下，他俩这就捅了马蜂窝了。他说左右开弓，摔门就走，一走就1个月，电话联系不上，短信不回。我为啥走呀？当时你给我的承诺是啥？让我在家像一个公主一样。记得呢。就因为儿子这一点事儿，你上手就打了我，咒语了，我接受不了，所以我就不辞而别，我离家出走了。我问一下，咱们平心而论啊，就是你口中这个上门女婿，在您家上门的这些年，您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？那会儿真的是啥活他都干，包括他出车回来，他回来还照样给我干。那他出车的时候，你白天是没事儿的是吗？那会儿刚结婚嘛，村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工作所以我基本上就在家。你在家也不做饭，都等他出车回来做饭？如果他出车走了，就是我妈做嘛。我基本上不做饭。真是公主哈。那然后后面就有什么变化吗？就因为那一件事，我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我就在外头给自己找了个活干。我这干了有1个多月，因为我在超市里头卖牛奶嘛，他也是卖牛奶的，我们2个人就因为一个顾客给吵起来了，人家顾客就恼了呀，人家说你俩都在说，我到底该买谁家的？那我谁也不买了，人家就走了。对方他不依不挠呀，非说我抢了他的顾客。这不我们2个人就因为这就吵起来了吗？结果我心里头就委屈啊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啊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的是我的丈夫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你说的啥呀？我正在出车呢嘛，我问你有事吗？多大的事儿？你就是给对方就是拌了2句嘴，又没打起来，没动手。我说这个事儿，你女人的事儿你自己解决，等我回去再说吧。电话里就给我放过，你回来必须得回来，不回来就是骂我啊！我生气的给电话挂了。你也没考虑到丈夫出车安全性的问题啊，他那开着车呢。
他一般根本不考虑你这事儿。有，虽然是你看他离家出走以后，有事儿给你打电话，没事儿根本不给你打个电话。过了有3、5天吧，我就骑着电动上班了嘛，我就跟人家那个出租车追尾了，这一下把我给吓坏了。我当时摔在地上半天起不来，还是那个出租车司机，他把我的电动车扶起来。当时我起来以后，我一看我腿就给蹭破了嘛，流血了，我很害怕。那我给我丈夫打电话吧，可是你说你要出车呀，你来不了。当时的情况，你看我就要出车，户已经装好了，马上就要走了。因为我找朋友给你处理这个事儿，我晚出车是半个小时，扣了我1个月的定金，洗车门检查。朋友估计也给你事儿处理了，出租车给你修了电动车，给了你300块钱营业费。我觉得我们俩关系现在很微妙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什么样子呀？不能如我所愿。了解一下，这个上门女婿他在外面挣的钱，是不是一般都得交回给？我身上基本上没有不留多少钱。有一次我记得问他要500块钱，我说朋友喝酒去，就因为这500块钱给我大吵大闹，一气这我就出去了，就是停了有1礼拜吧，才回了家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再回去。你总是觉得我不关心你，我不照顾你，但是你给我机会了没有？你记得你那一次去大同出车，你在路上跟人家当地的这个司机，那个小轿车给挂了，蹭了一下。但人家对方开口就跟他要3000块钱，他是给我打了电话了。我说是你人有没有事儿？他说人没事儿。我说没事儿。那就车蹭了一下就能要3000块钱呀，你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，咱们少出一点？结果他咵就把电话挂了，让他妹妹给他打了3000块钱，他把事儿给了了。过了几天了，他妹妹才给我打电话说，嫂子，我哥前2天出事拿了我3000块钱，让我给他妹妹还呢。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很窝火呀。那钱你给钱看得太重要了，当时你不在跟前，那车给人刮蹭了，我这车已经是马上进单位了，马上就要晚了点了。人家是开口是要的是5000块钱，人家搞了搞就是私了，一口价3块钱，我说行3000块钱，可是他死活不给我出这个3000块钱。后来我生气了，给我妹妹打了电话，叫我妹妹给我打了3000块钱，给这事处理了。那你刚才说没有给你照顾他的机会，你觉得这次是没有给你心疼他的机会，是吗？也不是，就是过了3年多吧。这次出的是交通事故挺大的。我生气在哪儿呢？就是他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性命都危在旦夕了，但是他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他还是给他妹妹打电话。那个时候医生要做手术嘛，需要这个媳妇儿来签字，他妹妹人家医生不让签，他妹妹没办法才给我打电话呢。他老说我不关心他，你说我接到电话以后，人都这么厉害了，我能不快的到医院吗？那你为啥没先给老婆打电话，给妹妹打的电话呢？我当时追了尾，这个车已经追到他屁股上了，这个轿子就挤扁了，我当时就夹到里边了。我记得给我抬下来的时候，在这想起这事儿都不住的掉眼泪。我也是挺委屈的，你说我怎么能不关心呢？等一下，你刚才怎么关心人家了？
那我们他妹妹一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跑就快的去了嘛。那肯定得去啊。去了是叫你去埋怨的呢，还是去安慰的呢？我就觉得是他第一时间不给我打电话。你做了啥呀？那边插着管子，你还在考虑你的感觉呢，是吗？那我就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我。您的感受重要还是他的命重要啊？那肯定是命重要嘛。但是如果他躺着被你气的最后，他这么对你，加重呢？因为你之前3000块钱不愿意给人家出，人家怕你不愿意出钱救人家的命。他心寒了呀。就是在这事儿以后啊，车吧对我有阴影了。我也不想跑车了。后来在家里就是给别人打个盹，在家里头。可是没想到他拿我这几年的积蓄哈，又开了个包子店。他就会说我乱花钱，我就觉得我挺委屈的。你委屈，你想，你开个包子铺，你没给我商量，啊，你说给我惊喜，那你不是给我惊喜，给我惊吓了。第一个，你没做过生意，你不会做饭，没卖过包子，你知道这生意怎么经营了，你一点都不懂。再说儿子都25了，25也得梳子媳妇了，你拿这钱就不跟我商量，你开包子铺，你就是开，行，开了包子铺，你又干不了，我干，啊，我雇了3个老太太，就在你撵跑了2个，就你那脾气能用住人啊！今天老太太端包子慢了，舀米汤舀的洒了啊！你看你一天反正没事去了就是找事儿啊，不是找事儿就是在找事儿的路上。最后2个老太太叫你辞走了。那是我找事儿吗？我不是为了咱这个店的生意吗？不是你负责店里的啥呀？我想到的。我基本上啥也不干，因为我老公他总觉得我人家当公主呢。他总觉得我说话不好听嘛。您是不好听。你老公在店里干啥？我问问。他啥活都干。你在店里吗？我刚开始在店里，因为干了几天，他觉得我给人家老太太也撵走了，然后又有时候还会跟顾客吵架，他就觉得你不适合做生意，你就回去，反正2宝还小呢，你回去带宝吧，就让我回去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你说他竟然把他的前女友给招到店里头来帮忙来了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这个您解释一下。不，他说的全是胡说。你看，他给两个老太太撵走以后，我俩根本不过来，是在外边招人嘛，招了1个多月，根本没人来。一问，要是这个老板娘不好弄啊，脾气暴，有都不来。后来没办法，实在是找邻居是找朋友，就是给我介绍这。服务员也找不下，最后我那天早上去买菜去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了。确定是你的前女友吗？啊，是前女友，那是多少年的事了，那都是。不管多少年，是前女友啊，是前面那会儿谈过啊，那会儿啊，前女友现在也结婚了吧？人家都结婚了，孩子都多大了？你怎么说服人家？然后呢？啊，我就问他你现在干啥？他说呀，刚从北京回来，那会儿还有1个多月过年呀，说。啊，从北京回来没活干，我说正好没活干，我那去了，你去我那给我帮忙吧。啊，人家说行，我去吧。啊，第2天就过来了。啊，过来了以后，你看刚开始吧，他去见了吧，还是有说有笑的。进入腊月的时候了，哎呀，那就了不得了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听了那风声了，到那这呲鼻子脏眼，摔盆子摔碗的。哦，他一开始见了那个女的，他不知道的是你前女友，是吧？对，后来所以好就是还和颜悦色的。对。然后突然听说是你前女友了，那会儿他没那翻脸了，没他。其实你是后来怎么知道这个是前女友啊？刚开始我确实对他挺好的，我说是这店里多了1个人，这不是我老公就能轻松点吗？我觉得我也挺好，我说这样挺好。但是吧，我就隔3差5去店里嘛，去店里我就发现。他跟他说话跟那个老太太说话不一样，和他对味儿，而且他们2个人就属于那种，好像就是眉目传情的那种，人家一个眼神他就知道啥意思。你比如说吧，就是人家顾客要包子嘛，那个阿姨去送去，他啥事儿他也不管也不看，但是等他前女友去送的时候，他屁颠屁颠，他比他跑得还快呢。所以我就觉得他俩肯定，因为女人的第6感觉，她比较敏感嘛。就在今年大年初1呀，他前女友带着她老公就上门来了。人家说这是李宏伟家吗？我说咋了？我还想着是因为
我不知道是他前女友，我知道那是我店里员工嘛，我就觉得是，我说是这大年初一的来给我拜年了，我说挺好，我说啊，那你们上家里坐，我给你倒点水喝啊，给你拿点吃的，坐那儿吃。人家老公就那种，好像可凶的样子，人家说我们不吃也不喝，我就来找你家事儿来了。我说咋了？我媳妇儿和你老公是初恋，他们现在又旧情复燃了。她老公看见什么了？说他们俩旧情复燃了？那她老公肯定看见他俩聊天了呗。啊，微信聊天都看到了。哎，对呀，那肯定是看见，要不然人家不会大年初一上我家来呀。说吧，聊啥了？我就很生气啊！我等他回来，然后我说李宏伟，你说这怎么解释？然后呢，我就逼着他，我说不行，他两口子能来我家，我也得去他家里头。我就逼着他，让他带着我去他家里头，但是人家两口子不在。我说气消不了呀，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。到底跟前女友做了什么嘛？啥没有？你听他只是听别人说，他在他店里给他干了，肯定他俩有什么事儿。我俩有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说说叫叫。你说跟老太太也说说叫叫了，没事就冲了。顾及他的感受，他认为您看这个上门女婿像翻天了，是吧？对呀，因为他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他两个人说话聊天，那他笑的跟个花一样，他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心里头就觉得憋屈呀。他们俩说话就是那种，一看就是老相好，是吧？对，这不让人看着就不舒服吗？因为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了，我心里头肯定就生气呀，我就跟他闹，但是没有几天。你说他兄弟就发了一个信息给他，就说是，老哥呀，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吧，因为嫂子脾气不好，因为他朋友圈都知道我脾气不好，说你别整出来，到时候没法收拾了，我就想问你，你兄弟给你发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？我跟那个女的根本没问题，就是工作上也没问题，私下里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我在咱家里做这么多年。种牛当马的，洗衣做饭的，啥都干了，就是连你的信任都换不来。你觉得我值不值得？我问一下陈女士，您今儿过来，您是最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是想让我们怎么办？想让我们把你俩拆散了？就这么过分，太过分了，离了算了，是不是？想不想离婚啊？还是你想要一个明确的结果，就是说，所有人都说他这事儿办得不对，你是想要这结果吗？我就觉得他做的不对嘛，所以我来，就是让别人一块儿说的不对。如果在不对当中他很忏悔，他最后选择和你离婚，可以吗？那他要是不为了孩子，他想离就离呗，他想跟他前女友过，那就过呗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还是刚才的一个没有说特别明确的一件事儿。前女友跟她老公一块儿去家里，您接待的对不对？除了说他们俩是初恋以外，她老公还说什么了？因为我以前就啥也不知道嘛，我只是看见他俩在饭店，在我们那个店里头，然后他俩就是说话呀、干啥呀，那就有点不太对。但我不肯定呀，她老公直接上来就说他俩是初恋，这不就事实坐实了吗？女人一听初恋这俩字儿就疯了，就是已经看到他们俩嘻嘻哈哈，感觉有事儿，但是自己不确定。结果这会儿人家老公带着媳妇儿找到家来了，一说初恋，后边说什么我也不关心了。我不关心你俩有没有事儿，初恋他就不行，对吧？对，何况是对方老公都打上门来了。行，那就我们就奔着分了劝哈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行吧？分是分不了。但是男人的苦，您看从他脸上都写着。家庭，即便是二婚家庭，电话听到丈夫出车祸，他问老婆要3000块钱的修理费，他是个司机，比你专业吧？他知道该不该赔3000吧？
您竟然在这个事情上耿耿于怀、磨磨蹭蹭。他后来去找妹妹，是一种失望，对家庭的失望，对妻子的失望。一个人在生命已经垂危的时候，面临着要走进手术室的时候，他想到的第一个亲人一定会赶过来，一定会倾其所有救我命的。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妹妹。你悲哀嘛，到了医院，不是全力的配合抢救，反而是埋怨。您其实很多的行为当中，您把他当正常的一个丈夫没有，您的潜意识当中就4个字：上门女婿。您想婚姻稳定，就尊重这个丈夫，其他没什么。男人有泪不轻弹呐，真想拆了你们的婚姻，但说实话拆不了。咱说点现实的，还想当公主不？怎么说呢？谁不想当公主？你还当？哎，好，请问谁让你当公主？谁能让你当公主？我丈夫呀。我告诉你，你丈夫没办法再让你当公主了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活不了多久。他被你气死了，你把他给累死了。我说的话不好听啊，真是这样的，做牛做马。这些年，你看你不但不干事儿，还惹事儿。我们听下来真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你老公能活多久？他病了怎么办？他病了还能让你当公主吗？他走得早还能让你当公主吗？如果你想当公主，当更长久的公主，这个男人咱就省着点儿用。听明白没有？还有一个概念你要清楚，公主跟妻子的区别是啥？公主是未婚的，没结婚的叫公主，结了婚以后叫什么？妻子。哎，叫妻子。咱也要尽到当妻子的这个责任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婚姻家庭才能走得更远一点，孩子也才能健康的成长，你这个生活才能越来越好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啊，你呀就干点家庭当中力所能及的事儿，外面的事儿不要过问，不要参与，尽量少惹事儿，这就是最好的帮助。这位姐姐，你有点不道德了。你拿着人家家庭条件不好，穷，欺负人家，他们家原生家庭不好，没有钱，是他的错吗？因为我们家穷，我就得伺候你一辈子呀。那你干嘛不找个长工啊？一个人应该知道，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珍惜，最起码我收敛一点，我不拿当年20多年前的事儿一直当一个话头在说。我觉得有个度，就算欺负别人，就算怎么样，这么多年，就是一块石头，它也焐热了。就你老公刚才问你的那个话，我这么多年了，换不回来你的真心吗？我都满身插管子了，所有生活在一起20多年的夫妻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看到自己的老公躺在那儿满身插着管子，第一句话质问他：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那个时候不应该腿都吓软了吗？你不应该感谢上苍能让这个男人能活着吗？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没有人情味儿。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能觉悟的话，好自为之。就这样。既然能这么笃定的说，他说把我捧得跟小公主一样，我也相信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包括男方的家庭，当时母亲也不在的那种情况下，他也是把您当成一个以后未来就托付终身吧，肯定是跟情话一样的说，我一定去宠着你，哄着你，把你当小公主一样的。如果在当年来说，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儿。但是我觉得组建一个家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个人的磨合，人是会变化的。您不能一辈子强势，您也得让他活得有滋有味的，觉得哎呀，我捧着他，我哄着他，他又高兴了，我也高兴，这才是夫妻之间平衡的东西。还有，您刚才说那些呢，站在您的立场我是理解的，但是就您老公，他对于这些问题，包括车祸呀、钱的这些事儿，我们听完下来，对他的性格是有一定了解的。人家的前因说的非常明确，是招了半天招不上来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想来应征的人都听说了这家的老板娘不好伺候。就是您有的时候想想问题，要从老公的角度去想一想，就像人家前女友带着老公打上家门来了，我刚才为什么？我反复在问您有没有确认的证据，证明您老公跟人家媳妇儿有事儿。
如果她老公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应该反过来说，我相信我老公，他们俩不应该有什么事儿。您说出来了吗？您连证据都没有，都不替你老公站个台，这是不是个问题？然后这种话就会越传越远，越传越远。本来您的地儿就不大，完你自己还特别自豪地站在舞台上说，大家都知道我脾气不好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平时你有替他说过话吗？其实您挺委屈的，您说了，我也是替他着想，我也是怎么着，这就是公主一厢情愿的在替自己家的长工做决定，您没有站在他的出发点上去想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要想长远，两个人的情绪是要平衡往上走的，不是您主导。有的时候他舒服了，其实你更舒服。而且您想想，我刚才问这个2个孩子这个岁数的问题，2个人都当时特害羞的乐，就是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。我觉得你们俩还有戏，还有机会，我就说到这儿。其实表面上看，矛盾来自于孩子要改姓儿之争哈，实则是尊严的拉锯战。26年，你老公一直在隐忍你，他爱你的时候你是公主，他不爱你的时候呢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生气，当时他给你一个巴掌，但是最伤人的是你诛心26年，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你把他当成一个长工，但实则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的顶梁柱是他，是他在养家糊口，他为这个家都有献出过生命的风险，而你呢，一句3000块钱怎么这么贵？你关注的不是你的身体是否受了伤害，你看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言语的他，你问的不是说老公我真心疼你，你说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这是你对他的态度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只爱你从他身上吸取到的那些营养，他一直在喂养你，你像一个情感黑洞，一直在吞噬，他有天一定会觉醒的。所以说，真正的婚姻应该你们是共同的藤，而不是较劲的绳。你这个绳子会把他勒死，而最终受不了的是你。你离开他，谁把你当公主啊？在店里他还能跟人吵起来呢，你这生存能力太差了，你不够尊重他。往右手看一看，那是你的依靠。如果不是今天来的爱宝的舞台，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们就分了。孩子真是要改姓吗？都20多岁了，真的吗？能改吗？改不了。所以你需要是改的你的性子，就这样。接下来你俩坐那儿歇会儿，然后想想刚才老师们说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啊！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54岁，来自吉林，自由职业；孙女士54岁，来自吉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后悔没有他，我会有更好的选择。后悔呀，相当后悔了。他现在不像以前了，他在家啥都不管，就知道看手机。他像皇帝一样，啥事都得听他的，魂不讲理。他在家特别懒，对我没有以前好了，一点也不负责任。希望他能改掉臭脾气，多多能够理解我。我希望他能变回刚认识我那时候对我那么好。您2位是结婚多长时间了呀？我们结婚30多年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在水泥厂上班，我在粮库上班。结婚之后，我的工作就也调到水泥厂。之后呢，我们单位呢就给我的工龄工作关系买断了。我就养了公交车，还开了花鸟鱼店。哎呦，厉害啊！又给孩子买了楼什么的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家里都产生好多的矛盾。但是我觉得挺憋屈，我说找各位老师来帮我讲解。行，谢谢老师。那您就说吧，这有啥矛盾了？心里憋屈的是啥事儿？我认识他的时候吧，他这个人各方面都很好。后期的时候，他就搁家天天看手机。你是张罗干啥呀？就包括你去张罗他吃饭，他都不搭理你，就对手机特别亲，机不离手，手不离机。我说的老公啊，面条煮好了，咱们出来吃饭呢。没听着，我又喊，可倒好啊，这时间长了，面条坨了。当时吧，因为我看手机嘛，
也没听你招呼。后期你喊的时候，我确实过来了。我一瞅面，虽说有点坨，不愿你用我呀，我也把面吃掉了嘛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，不小心的时候，我把手切伤了。哎呦，切伤了，我就喊老公啊，哎呀，我的手好疼啊，把我的手切伤了，你快上那个医药箱里，赶紧取创可贴，把我手包上。我喊你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不还是在那执迷你的手机吗？后来我听见了，不出来给你也给包上了吗？你给我包上了，你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耳朵还是在听着你的手机，余光还是看着你的手机，你是创可贴给我包上了，没包到伤口上，这血还是在滴的呢。你手机上有啥呀？没有，我就是刷视频看视频。当时一看他出血，我就着急，因为着急嘛，有血没看清楚伤口在哪儿。哎呀，跟他俩生气呀，那话都说不完呢。就是说的最后有人给我气生病了，到医院的医生说你这是生气得的，是甲状腺结节。然后说的你这个得需要住院手术。哎呀，我赶上天都塌下来了，完了这下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垮了吗？我就是又上了其他的医院，3、4个的大医院去会诊找专家，确定我这个病需不需要手术。等到我把病情全都打听完了，任何的教授都说我这个病情必须得手术，我就回家我就跟老公说，医生说我这个病情很严重，得是住院手术，是得了甲状腺结节，没理没问的。你说我的心得伤到啥样？我没考虑他的严重重性，我说这是达到什么程度，那还需要手术去治疗。那最后做手术了吗？最后做手术了。这不儿子就带我去了，领着我去住院办手续什么的，住院了。住完院我就打电话，我说的儿子手续都给我办完了，我要住院要手术，你过来呀？他也没过来。当时吧，我一寻思你也是在生我气，也瞅我不顺眼，我要去了也给你添堵，瞅我更来气。我在家跟家还有孩子关心你，不管你。这个理由好啊。他不搁家消停待着。哎呦我不是，那再怎么着也是个手术啊。就说你手术了，孩子搁跟前，家属搁跟前，能跟你搁跟前能一样吗？我当时是需要你啊。你需要我，但你不瞅我来气吗？先生，您在家待着能踏实吗？自己老婆在医院做手术呢。就是因为我儿子搁跟前，我儿子替我照顾。你可别说你那事儿了。我在那个后期的时候，我听说他在家不光是玩手机，他出去跳舞去，跟一个单身的老太太、单身的女人去跳舞。你说我的心得啥样啊？这个我说一句啊，就在你住院期间呀？对呀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您手术没来这事儿，您儿子在对不对？您有没有跟儿子说，你给我发一个你妈的视频，或者给我们俩打一视频，我看一眼？你跟孩子有过这种？我儿子沟通过，我说你妈搁那块儿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给我反馈一下。您知道吗？孩子跟您说过吗？孩子没说过，这些都没说过，都没说。要不我咋这么伤心啊？那最后你是跟老太太出去跳舞了吗？是，就是我。这事儿是有。但我跳舞完全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哎，好，为了锻炼身体，所以找了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去跳了交际舞，是吗？那是不绝对，那个不绝对。我就随便就是临时就找的，我也不能问他说你是单身呢，还是不单身呢？这传到他的耳朵里是说这个是单身，明白。哎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。好。这事儿气够呛吧？太伤心了，老师。这应该算是最近最大的事儿了，是吧？也不是最大的事儿。让我觉得还有不痛快的事儿。哎呀，说起来可话长了。我就说你别搁家看那个手机了。我说的你不行，你去扫大街去，挣不来3000，挣2000，是不家庭也挺好啊？你成天追我就出去干这干那个，这工作这玩意儿也不是说你咱出门就能碰着。对。哎，这找工作也得说人还得用人，咱还能干来。哎，就是说不是说马上就能找到。对，找多少时间？找几个月呗。我问一下，是本身就有退休金是吗？还是说没有退休金，就家里是没有进项的，现在没有进项的，他是买断了。这个期间呢，我说你咱家那钱之前的钱跑哪去了？该买不买的你都往家买，不该消费你也去消费，成天逛街逛商店的。您觉得就是老婆这个比较爱花钱，就花销大手大脚。我说我花销大手大脚了。咱们家过日子买个锅碗瓢盆还能算钱吗？我2年1年我都不买个衣服，柜里的衣服都是你跟儿子的，人情来往，
你家里水电煤气费，你这些花销，你买菜米面油，家里家外做饭全是我。我老公就是搁家一个活儿，手机看手机看手机。财政大权是在您手里是吧？对呀。对呀，完你这些消费之后，近期瞒着我花10万元首付买一个房子，在咱经济条件不允许情况下，你还有花钱买一个房子，你说觉得这个房子应不应该买？这钱应不应该花？这钱我觉得我花的没毛病。那时候房子是正上升的时候，然后我买完了有升值空间，那你说你不出去挣去，要是卖了，我是不是还能家庭能添吧点啊？投资的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是想投资的。那现在是赚了呢，还是赔了呢？现在也没赚也没赔，相当于10万是首付，也就是说你们俩又背上了贷款呗。对对，那贷款想好怎么还了吗？对呀，所以说我就追他出去找工作呀，干点啥呀，这不是好还这些贷款呢？关键是你买房子这事儿没跟人家商量呀。我寻思我要告诉他去，我又买个房子，我手里有房子。让他出去上班去干啥，他更不干了。他心话了，我这家又有个房子，还能等到升值呢。你让我出去干去，这他妈现在还要把这个房子卖了呢。哦，就新买的这个房子要卖了，压力大，然后卖了搁他生活费。我说咱现在经济条件不允许，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卖了，关键现在经济压力也不用去还贷了，负担也减轻了。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把房子卖了，完了买米面油生活费。你房子拿这个钱花没了，你还到时候还咋还？你搁啥养老啊？你现在趁着年轻，你就出去挣点，房子就放那块儿。你不行，这房子咱租出去咋的也行啊。但工作这个问题，我也不是不没找，我为了挣钱，我不还干那出租车吗？干了半年多，就是身体状况也不好了，人腰肌劳损，原先能干10多个小时，现在因为有病，达到一天出3、4小时、4、5个小时。我再因为他这个有病的带了，有病的影响，开车这个效果也不好，有时候有产生磕碰了，违章了，就罚款。所以这车就开不成了，是吧？对，公司呢一瞅你业绩上不去，人哪个公司也不愿用你，给这车也养不成了，也没挣着钱。我给家这一着急，我还得一场病，我给家住了好几天，他也不关心我，不理解我。我是不理解你吗？你搁家躺那嘎达摆了手机，我呢桌上桌下的做好饭招呼你，你咋没换位思考一下？我躺病床上的时候，在医院手术，你跟人老太太去跳舞呢，你咋没寻思寻思呢？啊，这种劲儿你躺炕上了，你叫我来感受你的心理，你咋感受我的心理了？是这样，我问一下，您刚才不是说您家有包了公交车，开的什么花鸟鱼虫店是吧？那这2个生意呢？花鸟鱼店也没有效益关门了。关门了。那这个包的公交车呢？这公交车的时候啊，就是觉得这公交车乘客还挺多，我们俩就观察了一阶段。回家呢，就跟家里的亲属借了一部分钱，然后把这公交车就包了过来一台，效益还很好。那会儿大哥不刷手机吧？那咋没有呢？就是那时候他没刷手机，那时候就是那咋不有事干吗？那时候跟我俩整公交车，真的就没刷手机，就有闲时间嘛。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后来什么时候这公交车是不干了是吧？到现在没再继续干了是吗？后来这个公交车就到年限了，咱们是8年以前，到8年了，人家就是上面就不给咱们签了，公交车线路就收回了收回了，我就没啥干的，搁家就挠头啊。你说的也没干过啥呀，只干过这个公交车呀。说的那我再去抓公交车吧，他就不同意。人现在下文件说，各个线路都逐步的要收回，咱之前这个线路已经被收回了，要是再被收回，咱这头就白打水漂。是，他不听劝阻，又抓了一台公交车。没干了多长时间，不到1年被收回了。这公交车又养不成了，到底赔了20多万。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你出去干点啥，是能把这个家庭这个压力能减轻一些。压力减轻一些，我让你出去找工作去，你出去找点事干，你是这家的顶梁柱。你说你翻过来，你现在你又让我去找工作去干去，压力。我现在是手完术，正在康复期。你这就属于找理由，我还找啥理由啊？我现在都手术了，身体零部件已经切出去了，搁这摆着呢，我还找啥理由啊？你俩现在是没有进账，
都在往出花，对，所以俩人都有点焦虑，有点慌了。现在对，老婆觉得是你大男人家里顶梁柱，你得出去找工作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老公是觉得你也一起出去工作，对吧？咱们俩一起共同能分担一点，对吧？所以今儿这个妻子其实不光是来吐苦水，还有一个就是也想督促让他出去工作，对吧？那丈夫您今天来，您有啥诉求啊？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分担家庭，就是这个问题上，我希望他能够多给我一些理解，不要一劲儿是说我啥事都是我不去做这个，不去干那个。因为他能给予我理解。您现在在家里会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吗？做呀。您干什么了？这那我的也干。你给我举2个例子。这是打什么收拾屋子乱套了，都拖地呀，归拢东西，哪个嘛擦东西啊？这都是就是干点家务活我也干。干是吗？他拖个地啥干活能干。如果他能够到外面去干活赚钱，所有的家务您愿意担起来？我愿意。如果您因为现在有这个房子的房贷压力嘛，如果您没做这个甲状腺的手术，然后您爱人又不乐意出去干活，您会选择为了房贷去找一个工作吗？自己适量的工作？我能去找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大哥希望大姐怎么理解你？说具体点。就是像你说找活干，找工作干，也不是不找。您再找，你得给我匀空，给我时间。不是您大把的时间不在刷手机吗？因为我在家坐着也是干坐的时间我就看看视频，跟网上跟手机也找啊。他不知道我在手机怎么操作怎么整，他以为我打开手机就是玩就是看视频呢。是我在这个期间他也是在为找工作，也就瞅手机找工作。2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出去找工作啊，为减轻一下家里面的压力。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。来，于老师。妻子有一句话说的真没错，我们做男人的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你们家里的这一根柱子它不顶梁了，他刷手机了。54岁正当年，如果一个男人我们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借口，在今天这个社会很苍白了，踏踏实实的去找一找没问题，因为您已经干过很多工作了，您又不是个懒惰的人。您刚才有一句话我听进去了，你们家报公交车的时候有活干，我刷什么手机？希望接下来同样是有活干，我刷什么手机？谢谢。我认为越来越变本加厉，您那不是出路，你知道吗？您适当的也得什么主动防御，该干啥干啥去。但是有句话可以呵呵，温柔的拒绝，不能什么都听。有些东西嘴上答应就完了，但该干啥还干啥，干力所能及的事儿。总之吧，就稍稍的平衡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日子还能往下走下去。您这房子买的是在您甲状腺之前还是甲状腺之后啊？之后买的。您买这个房子是为了出气吗？我是想就是拿这个房子升值。你不是想拿这个房子升值，你想拿这个房子逼着这个男人出去找工作。
你想拿着这个房子让这个男人像陀螺一样转起来，你想给他一些压力，这个男人可能他就往前能拱一拱，能动一动。结果没想到如意算盘打失败了，他不但不出去工作，反而干脆躺平了。所以这个房子，我觉得卖了为好。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你有甲状腺的问题，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会来。这个房子现在就像一个利剑一样，就悬在你的头顶。他一天不工作，你的压力就大一天，最后把你们两个人搞得都焦虑、都精神紧绷的时候，本来50多岁的年纪就是病找上门的年纪。这个时候给自己背负这么大的一个壳，这么大的压力，干嘛呀？就是如果没有了这套房子，你们两个人真的就没有办法养老了吗？我相信前面几年还是有一些家底儿积攒下来的。谢谢。这个我问一下，您二位还有没有债务？有吗？还欠着钱呢？没有债务呢是吧？您知道您这房子买错在哪儿了吗？如果您现在有稳定的收入，哪怕就几千块钱，您自己有钱，我不用经过他，我从别人那儿借了10万块钱首付，我每个月自己还贷款，我老了我有个依靠，我为了我自己，我死命供，我也把这房子供起来。但是您现在的行为给自己添堵的原因在哪儿？是您张罗完这个首付之后，你让他去挣钱。其实我能理解您心态，往前逼一步，待着也是待着，让他挣钱，给我把这房子供起来，这样咱老了之后也有个保障。但是他现在不动换。刚才沙娜老师说，就完全就是我心里想的，你逼来逼去，把自己逼出毛病了。对，症结在哪儿？症结是贷款没人还，甚至说咱往大一点说，贷款的来源渠道没有。你想让这个钱滚起来，滚不起来，咱更别说您买这个房子到底能升值升多少，怎么个升法，是这个地段会变好，怎么这都不重要，主要是这个房子，您供不动啊。照这样下去，俩人把本全都搭里边了，如果都没还完的话，你这房子买了，你这不吃亏吗？这不是，明显这就养不了老了，还不如不买呢。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，这房子现在卖赔不赔？市场调查一下，然后两个人一块儿心平气和的都出点力，商量一下咱们后边的理财规划。已经到这个年纪，孩子也省心了吧？是不是也不操心了？而且还没有债务。其实我说一句，就有点不应该在公共场所说这个，就哪怕您找一个打更的工作，晚上在厂子里巡视完，您坐在门房里，您不还是能刷手机吗？就是晚上熬一熬。您要不找一钢丝床躺着，也不用坐着，像开车腰肌劳损也没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教您偷懒啊，但是这种工作不恰恰就是吗？又不在家，又不听爱人唠叨，我还能刷手机，我还能挣钱。看我这月挣钱，这不就是迂回的解决方式吗？当然我不主张也不支持啊，我只是说会有办法去解决的，只是就是两个人不沟通，一个逼着，一个打死都不动换。
干嘛呀？这岁数了，不怎么不也得享受生活吗？一块努力，公交线跑下来，俩人有事干的时候也不刷手机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，对，也挣着钱了。怎么到现在就彻底两个人就闹成这样了吗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老了，交心，看看咱定一个养老计划，哪怕跳舞俩人一块跳去都成。这房子卖得了吗？没有那打算，要是说想卖也能卖出去。得赔钱吧？啊，能赔点儿。啊，这跟老公说了吗？看看回去我俩商量，把这房子没说呗，但大情况都知道嘛。又一次投资失败，知道老公为什么不去干活吗？他辛苦挣的，没您赌气赔的来得快。说什么不听啊？买房子这事儿是不知道，但往回倒，如果他不同意这事儿没做，是不是也不至于如此？第二次的包公交线路又不听啊，赔了吧？所以说您是在经济压力下，两个人都同样承受压力，您是越焦虑越独断，越强势，根本就不跟他沟通，所以人家没有价值感，人家再去努力工作，身体有伤，挣那点钱，真是堵不上您这败的窟窿。所以如果说这个家谁败家呀？您挣钱那会儿您想想啊，可是夫妻同心的，对吗？他出力一定比您多呀。咱老公不是懒，我觉得现在是彻底对您丧失信心了。您去医院，他不是不关心，他真是觉得在您面前他没有什么价值，他觉得您不需要的，所以他就在手机当中是搭建了一个空虚的那种精神世界。现实生活中没有价值，没有人听他的，因为他觉得没有意义。所以说我觉得您是时候该交权了，您现在身体也撑不起这个权了，对不对？您应该看开，向老公学学，老公应该站起来了，因为没有他跟那儿那个赔钱了，哎，凿窟窿了，现在就是您无路可退了，那手机您拿不起来了，没时间拿了，对吧？角色交换一下，问题解决了。老师们的意见都给完了，那接下去就请我们两组的嘉宾回到门后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都站这儿等好了，那肯定没问题。哇，拉着手出来了。好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你得好好的尊重你身边的这个男人，因为夫妻的关系它永远是平等的才能长久，没有谁高谁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浪漫30秒。祝你们幸福啊！确实是，谢谢。好，感谢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欢迎大家打开抖音，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。那么，如果您有情感困惑或者情感问题，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的话呢，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抖音账号，私信我们。记着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我们一起来开门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但愿这个气质能够笑得很灿烂哦。哦，还好，表情很好，妻子笑了就好。好。你有啥想跟老伴儿说的吗？希望我的老伴儿呢，我媳妇儿也能给我一个足够的理解和支持。我呢以后呢也尽量的承担起这家的这一些经济也就是任务。这回回家我有啥大事小事都跟你商量，哎，咱们俩商量来。
然后呢，有啥事儿的，咱们俩呢一起商量怎么办好，咱们就怎么办。好，我们一起进入浪漫30秒，快，老夫老妻好好抱抱。哎呀，这回来的这爱情保卫战呢，非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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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满意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咱们有了爱情保卫战，真的请亮灯，心里很。徐总还想挑事儿，就觉得敞亮了，敞亮，敞亮，非常敞亮，出口气儿了，其实是吧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你们觉得开心，你们觉得受益了，你们觉得好，我们就特别的开心。谢谢你们，非常开心。好，祝你们生活幸福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来这边。大姐没事就别来了，下次不见了啊。下次见。来到这儿开心，必须得来呀。哎，得嘞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